我是一个狗仔，最近我被当红女星跟踪了。干我们这行有3种人不能拍：第一种，背景过于强硬，手眼通天的；第二种，靠自身努力起家，无论怎样努力，起来后不欺负弱者的；第三种，养小鬼且已经被反噬的那种。这次跟踪我的就是第3种。自从师傅被封杀后，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，再加上明星们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，我堂堂卓家的大师兄，从以前躺着赚钱，到现在只能干辛苦活来赚钱。很多时候付出了还不一定有回报。好在师傅虽然退居幕后，但他的经验和关系网还在，并且愿意无私地传授给我们。否则狗仔这个行当狗都不做。那天师傅跟我说，几个电影公司的大佬会齐聚红领巾公园附近的那家头部电影公司，开一个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会，让我想办法混进那家公司，然后钻进他们的卫生间，在里面蹲12小时。我感觉机会到了。我上一次立大功就是在中关村某视频网站大厦的公共卫生间里，从一个拉屎期间接电话的大佬嘴里得知了某明星的行程动态，蹲点72小时，成功做了一个大单。这一次故技重施，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赌就有机会，不赌屎都没得吃。我躲进这家公司的卫生间，锁上门，坐在马桶上，手里拿着录音笔，随时待命。从中午到晚上11点多，我总共捕获到了37次尿尿过程，14次拉屎过程。根据尿液落入便盆力度的强弱和散发出水花的大小，我判断出这37次，其中18次属于同一个大佬，他前列腺肯定出了问题。14次拉屎过程中有2人便秘，结合他们吭哧的声音绵长程度以及散发出来的味道，我判断出这2人分别是北四环某著名影视公司的张总和体重超过200斤的那位知名导演。这2人爱喝过期茅台，前一天晚上肯定又喝大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我很沮丧，眼见外面透进的光越来越弱，他们好像快结束关门了。我怀着恶劣的心情准备离开，当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惊呆了。当红女星杨冉冉就站在我的对面，微笑着看着我。这他妈是男厕所，我想尖叫又不敢。杨冉冉顺手反锁了卫生间的大门，说道：“跟你商量件事儿。”他似乎有点难以启齿。我回过神来，告诉他我这次没有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并且你杨冉冉也不在我的跟拍范围之内。杨冉冉依然淡定，媚眼如丝，让我心惊摇曳。就在我心猿意马之际，一则新闻标题出现在了我的脑海：震惊，当红女星大闹男厕所，竟然是因为我想让你跟我生个孩子。杨冉冉一句话把我从幻想里拽了出来，我更迷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眼睛开始盯着我上衣纽扣处的隐层摄像头。我拿出摄像机，当着他的面删掉。冉姐，您就别逗我了，我就是混口饭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拍您，咱俩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好吧？我感觉这件事很诡异，想立刻离开这里。杨冉冉跨了一步，挡在卫生间门口，轻启朱唇：“我是认真的，你考虑考虑。”我考虑个毛啊！就我现在的经济条件，找个平凡普通的小姑娘谈恋爱都费劲，你一个大明星直接找我生孩子，你有病吧你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100万，然后我带着孩子消失。越说越离谱了，你直接去电线杆子上贴
重金求子广告得了。我强行打开卫生间的门，离开了这里。但我没想到，此后的日子里，杨冉冉阴魂不散，一直跟踪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到小吃街点了一份豆腐脑，2根油条。正当我准备狼吞虎咽的时候，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不远处驶来一辆大红色的保时捷911。我刚站起身，车停在了路边，车里坐着一个女司机，口罩墨镜将她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下一抹白皙的脖颈，让我怦然心动了1秒钟。杨冉冉，我看这辆车就知道是她。我懒得管她，坐下来认真吃饭。今天是某著名女星在怡堤港取景拍摄电视剧的日子，我得去跟一跟，看能否捕捉到有用的素材。吃完早餐，我打了一辆车，直奔怡堤港地下1层。地下1层的部分区域是生活超市，显然超市已经清场完毕。某女星开始拍拿着车厘子结账的桥段，我躲在一旁不动声色，缓缓举起了摄像机。一道白色的虚影挡住了我的镜头。冉姐，您到底想干嘛？您就饶了我吧，我3个月没进账了。请你喝咖啡。杨冉冉脸上仍然带着和煦的微笑，只是媚眼瞟过，让人无法拒绝。杨冉冉小口小口抿着她的拿铁，随后向前探了探脖子，小声说道：我是真的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，但我这几年又不能结婚，你懂吧？我当然懂。你捞钱还没捞够，公开恋情也好，生孩子也好，都影响你的事业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最近总是梦到你。你可别扯了，我早就认识你，但你不认识我。你梦到我啥呀？你这辈子就见过我1次，还是昨晚在男厕所里，所以你梦到我最多也就是昨天晚上。谈什么？最近总是梦到我。你说点有用的，别跟我整这些虚头巴脑的。我昨晚还梦到一条狗呢，难道我去找条狗来跟我生孩子？对不起，语气有些冲，但我实在忍不了这种侮辱人智商的借口。杨冉冉丝毫不以为忤，娇滴滴地说道：你不信就算了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懂得坚持、有耐心、品质优秀的好男人。又扯犊子，你又懂我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厕所能蹲1天，就是有耐心，就是懂得坚持，就是品质优秀？我向杨冉冉翻了个白眼。杨冉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是的，我反正没有见过谁能为了工作能有这样的韧性。我要窒息了，这真是一段有味道的对话。杨小姐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您要想找人陪您唠嗑，好歹也得等我有空的时候。说完，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杨冉冉叫住了我，继续说道：其实你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惊了，我是你的恩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原来3年前我刚刚入行的时候，跟着师傅拍到了一个当红女明星在国外出轨小鲜肉的素材。由于我急于立功，嘴太快，把这个消息含混着透露给了新浪负责娱乐板块的朋友。我师傅本来想着抻一抻，逐步释放信号，等跟当红女明星谈出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价码，再决定是否曝光。那边刚给出了3000万元的报价，马上就可以签合同的时候，我那位渣朗的朋友提前发了3个字儿：周一见，并配了一张影射该女星的配图，这让草木皆兵的当红女星愤而毁约。那时候我师傅不缺钱，底气也足，想着毁约就毁约，光这个独家视频卖出去至少也能卖个2000万元，所以丝毫没惯着当红女明星，
八卦一出，女明星的职业生涯几乎等于结束了。当时她有一部 S 级的大剧，担任女一号，正在筹备过程中。这消息一出，她已经到手的片酬原路吐了回去。因为当时的合同里有一条是，若艺人因个人原因导致剧集无法正常进行，需退回片酬并赔偿项目损失。而那时候的杨冉冉虽然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，但一直不温不火。女一号的消失给了她一个天大的机会。如果不是我当初嘴快，如果不是我师傅没有和女明星达成交易，杨冉冉可能还住在百子湾的小房子里。杨冉冉深情地看着我说道：如此大恩，以身相许，不过分吧？我浑身有点发热，迷迷糊糊想着，不过分，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报恩呢？是了，那时候你如日中天，正是打拼事业的时候，情有可原。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借故上卫生间，用凉水洗了几把脸，才算压下自己内心的激动。不能答应他，至少现在不能，因为还有一个秘密我还没完全搞清楚。我告诉杨冉冉，给我2天时间，我思考思考。杨冉冉娇嗔一声，死鬼，快点，我等你。当天晚上我回了公司，我把杨冉冉跟踪我这件事告诉了师傅老卓。当然我只告诉了一部分，他找我生孩子这件事我就没提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万万没想到，师傅听到杨冉冉这3个字，脸唰一下就白了，紧接着陷入了沉思。片刻，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道：我们这行的3条规矩，背一遍给我。干我们这行有3种人不能拍。第一种，背景过于强硬，手眼通天呐。第二种，靠自身努力起家，起来后不欺负弱者的。第3种，养小鬼且已经被反噬的。师傅满意的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杨冉冉属于第3种？告诉过呀，但那时候你只提过他养小鬼，没说过反噬什么的。1年多以前，我接到吃瓜群众举报，说杨冉冉会出现在某地下车库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拍一拍。我准备了3台摄像机，还有1台 GoPro， 提前到了现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抓拍到了杨冉冉在一辆路虎车里面。这个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。杨冉冉爬到驾驶位，开车离开了。当时我把这段素材拿回公司，等师傅回来，兴冲冲地交给他。但是师傅震怒，当场让我全部删掉，并告诉我杨冉冉身负古曼童，俗称养小鬼，不能拍他。其实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根本不相信什么小鬼大鬼的。但是师傅既然发了话，我听。3台摄像机里面多角度的素材我全删干净了，剩下1台 GoPro， 从那之后我就没再用过。师傅盯着我的眼睛问我，你是不是还保留了当时的素材？没有，你最好没有，如果有，我劝你立刻彻底删掉。另外，今晚别回家了，找个酒店住，否则我觉得他会半夜去你家找你。这话听得我紧张又刺激，我浑浑噩噩离开了师傅的办公室。按照师傅的嘱咐，我应该直接去闹市开个房间，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。只是在酒店里，我如坐针毡，想着那台 GoPro 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我决定打车回家，先把素材销毁再说。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即便我是个无神论者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刚到家，打开房门，就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。杨冉冉身穿蕾丝小黑裙，坐在我的床上，冲我一笑，温柔道：
你回来啦！我脸上的肌肉忍不住颤抖了起来。但是看着房间内灯火通明，门外的世界依然嘈杂，我也感受不到特别诡异的气氛，就稍稍放了一点心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杨老师。我跟杨冉冉保持着2米左右的距离，试探性问道。你没锁门，我一推就开了，我以为你在家呢。杨冉冉万分抱歉的样子，让我感觉她好像没有说谎。难道是我早上出门太急，忘锁门了？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，死活想不起来。恩人，坐过来。杨冉冉拍了拍我的床边，像是在她家一样。我不敢，但我不能表现出来。我家这个40来平方米的大开间等于没有卧室，床就靠在飘窗处。我朝着床的反方向走向冰箱，我拿出2瓶啤酒，打开1瓶，猛灌了自己大半瓶，对杨冉冉说道：来，再来喝点。我家玄关处附近有一个小吧台，这里离大门很近，选在这里随时可逃。而如果选在飘窗的位置，万一有事儿，就只好跳楼了。杨冉冉扭着慵懒迷人的身段过来了，她抓起一罐啤酒，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，然后一抹嘴唇说道：我晚上不吃碳水，更别说喝啤酒了。为了你，我今晚破戒了。鬼能喝酒吗？不能吧。大概是酒越喝越多，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。不知道我们推杯换盏了多少次，我终于问出了那句话：冉冉，你不会真的养小鬼吧？杨冉冉脸颊微红，她撩了一下头发，反问道：谁说的？业内传言你之前接不到好戏，就算接到好戏，你也不被观众记住。你想红，但总是出不了头。然后你找上南方知名某男性主持人的门路，让他带你去泰国求了小鬼，从那之后你一下子就爆红了，时间点、影视剧项目都对得上，这没错吧？杨冉冉叹了一口气说道：人红是非多呀，我爆红是因为你帮我扫除了女1号的障碍，跟鬼不鬼的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是我养的小鬼吗？杨冉冉最后说的小鬼吗3个字极其暧昧，让我心神荡漾。我想也是，世间哪有什么玄学，很多事情都只是巧合罢了。但是我师父也说过你养小鬼，我不甘心。说完盯住了他的眼睛。杨冉冉脸上闪过一丝愠怒，嘲讽道：老卓吗？他怎么知道？他拍到了，他号称天下第1狗仔，他有证据给你们看吗？没有，造谣一张嘴。算了，但很奇怪的是，师傅不让我们发你的素材。刚说完，我知道我嘴又贱了。发我的素材？你拍到过？我赶紧否认3连，举杯碰杯，试图将这个话题赶紧转移过去。杨冉冉脸色有些暗淡，说道：其实你不说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隐痛。说完，他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，让我有些心疼。原来杨冉冉知道那次车库视频的事情。他说师父之所以不让我拍他，是因为不想鱼死网破。事后师父之所以让我删除素材，是因为视频里的男主角就是他本人。他说我师父老卓是个衣冠禽兽，师父曾经拍到杨冉冉的隐私视频，以此为要挟，要和杨冉冉见面，并要建立高于普通朋友的关系。杨冉冉不想得罪老卓，思虑再三，同意了。在师父恶毒的恐吓威胁下，杨冉冉被迫在地下车库和他发生了关系。这段往事，杨冉冉说的声泪俱下，听得我义愤填膺。
但我还是不太相信我师傅会是这样的人。不欺负弱者是他教给我们的行规啊。那时候的杨冉冉想对他来说不就是弱者吗？那天车里的男主角真是我师傅？你发誓？我实在不忍心揭他的伤疤，但我太想了解真相了。视频你拍了，后来你师傅告诉我了，还无耻地说他劝你删除了。你应该知道，视频里的男主角没露面，但有那么2-3秒露出了他的帽子，那顶帽子是白色的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确实如此。可是白色的帽子也太多了。杨冉冉看出了我的疑虑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可惜视频已经没有了，要不然我能直接找出证据。杨冉冉说完，拿出手机，翻出他和我师傅的聊天记录，按照日期查找。在我师傅生日那天，杨冉冉发了一张白色帽子的图片，说是给他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候他们还只是商业互捧的业内朋友而已。杨冉冉将图片放大，指着上面的几个数字说道：0927，他的生日，我专门提前找人从意大利定制的。看到这里，我淡定不了了。我翻箱倒柜也要把 GoPro 找出来，把视频找出来。那台吃灰的 GoPro 里面果然有杨冉冉所说的帽子画面，而且放大观看，颜色和数字完全对得上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尊敬的有原则有规矩的师傅竟然是这样一个人。我怒由心起，先是删除了视频，随后将那台 GoPro 砸了个稀碎。就在我呼哧呼哧喘气的时候，杨冉冉从后面抱住了我，吹气如兰，小声说道：恩人，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。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但是我仅存的神智告诉我，再确认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能确认，我就义无反顾了。我转身抓住杨冉冉的2条胳膊，对她说：你有没有听说过，有些人生下孩子后，孩子会夭折，然后如是女婴就取右边第4根骨，如是男婴就取左边第3根骨，再找法事做法，将鬼仔收魂，供给差遣。杨冉冉一把推开我，说道：你还在怀疑我？看着他伤心绝望的眼神，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杨冉冉突然拿起我的手机，打开录像功能，说道：我自愿为刘小武生一个孩子，并承诺独自将孩子好好抚养长大。若我生下的孩子夭折，我绝不苟且偷生。杨冉冉录完这段视频，继续说道：如果我残害生命，你拿着这个视频公布全网，我会比死了还难受。这你放心了吧？我放心是放心了，但此刻我已经激动不起来了。杨冉冉看我神情沮丧，好像明白了我的尴尬，亲了我一口，说道：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都是成年人嘛，我不可能跟你产生婚姻，你肯定懂，你就当是一场交易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万元，以后你就别去蹲厕所了。快，我先去洗澡了。我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想着师傅的谆谆教诲，越想越觉得他看似正义的脸庞和魔鬼融合到了一切，坚决让我避开杨冉冉。说什么小鬼不小鬼，你是嫉妒心和占有欲作祟吧？我品咂着杨冉冉说的每一句话，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她曲线玲珑的身段和柔媚的眼神。再联想到我苦逼的工作，蹲厕所不说，侥幸做一个大单，还要交给师傅70%的提成，这不是大冤种吗？这个活我干了。事不宜迟，
说干就干。超强的执行力本来就是我生活的信仰。想到这里，我3步并作2步冲进了卫生间。就在我清理好了一切，准备坐上开往春天的地铁的时候，外面疯狂的砸门声让我恢复了理智。我大吼一声，穿上衣服，拎着拖把走向门口。在我将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白雾扑面而来，让我喘不上气。我定睛一看，是师傅老卓。他拿着灭火器说道：我看杨冉冉的车停你家楼下了，你快走，不要让他缠上你。我冷笑：不缠上我，难道缠上你吗？你这个畜生！这时杨冉冉出来了，他刚一露面，老卓就再次抄起灭火器，一边向他喷，一边催促我快点离开。白雾之中，只见一只红色的高跟鞋飞向老卓的面庞。老卓捂住自己的眼睛，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流了出来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我慌了，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准备打120，但是杨冉冉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说道：你就真的一点都不为我的前途考虑吗？收拾东西离开，以后再赔偿老卓就是了。我一想也对，如果打了120，事情闹大，公安也会介入，杨冉冉的职业生涯就彻底完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听从杨冉冉的意见，暂避锋芒。由于经常外出，我的行李基本属于打包好的，不出10分钟，我和杨冉冉就坐上了他的保时捷，绝尘而去。跑车轰鸣，向城外疾驰。我被冷风一吹，才意识到杨冉冉在酒驾，我俩的小命很有可能交代在路上。心中仅存的善念让我开始祈祷，如果出车祸，不要撞到别人，不要撞到别人。杨冉冉倒是很淡定，脸色冷若冰霜，仿佛和车身融为了一体。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收费站，杨冉冉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应急车道停了下来。他喝了一口水，嗓音有些沙哑，说道：我们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河北沧州。随便吧，别开太久了，随便找个旅馆先住下来，酒驾太危险。杨冉冉点点头，再次发动汽车。下高速后不到5分钟，我们看到国道两旁停满了大卡车，左右望去，一家叫做司机之家的旅馆亮着灯。就这吧，我提议道。杨冉冉没有立刻下车，显然是嫌弃这里的居住条件太差。他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温柔地说了一句：听你的。我找旅馆的老板娘要了最大的一间房。当我把自己撂倒在床上那一刻，惊魂未定的我倦意袭满全身。这时我的电话响了，是老卓。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挂断，并设置了阻止此号码来电。我打开微信，只见老卓还跟我发了 N 条消息，每条消息的内容都一样：不要睡他，否则你会死，切记切记。我想你都受伤了，眼睛有没有瞎都不知道，还有心思来提醒我这个。看来你对杨冉冉是真爱，真爱也不是你犯罪的理由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我给老卓发了一条语音：师傅，好好养伤，冉冉我会照顾好她的。杨冉冉披着浴巾从卫生间走出来，笑着问我：说什么呢？这么得意？我把老卓发给我的微信给冉冉念了一遍。杨冉冉咯咯一笑，含羞道：否则会死。怎么死？关灯。等等，我先给他拉黑了，要不然太烦人。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，我左右一看，发现杨冉冉不在床上。我试图坐起来，但是我稍微一动，小腹左侧像针扎一样疼，并且这种痛感
延绵不绝。杨冉冉仿佛听见了我的呻吟声，从卫生间探出头，牙膏的泡沫挂在他的嘴角，显得非常可爱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肚子有点疼，可能是昨晚太累了。杨冉冉不好意思地念叨了一句，死样，关上了卫生间的门。我再次挣扎着起身，却怎么也起不来。我活了30年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如果非要找似曾相识的经历，大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通宵打游戏，第二天白天没有补觉，当晚又跟我的初恋女友去开房，但是初恋女友不让碰，我们只好发乎情，止乎礼。我憋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一早也有过这种小腹针扎式的疼痛，但不至于起不来床啊。难道是年纪大了，得多缓一缓？想到这里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杨冉冉的名字。她从卫生间出来，问我又怎么了？去给我买几瓶红牛。遵命。杨冉冉俏皮地做了个万福姿势，出门了。我独自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感觉身体里的能量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。这种无力感让我想叫却又叫不出声。我不会要死了吧？我突然想到老卓昨晚发我的信息，不要睡他，否则你会死，切记切记。我摸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把老卓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我盯着老卓复读机般发来的信息，一时不知道是否该联系他。鬼使神差之下，我关掉了微信，打开了短信。只见3个小时前，老卓发来一条短信：没死的话找机会跑，否则他会把你变成人干。想活的话，给我开个位置共享。偷偷的，如果已经见到了他的古曼童佛牌，就不用理我了，我会给你烧纸。一股莫名的恐惧萦绕我的心头。这时冉冉带着6瓶红牛和1瓶营养快线回来了。喝吧，补充体力，好干活。我尝试打开红牛的瓶盖，却发现自己连这个力气都没有。冉冉贴心地帮我打开，一罐一罐地为我喝下去。我渐渐恢复了一些体力。我刚准备坐起来，杨冉冉一把摁住了我。她眼色迷离地看着我，说道：哥哥，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你说好不好？什么礼物？不祥的预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。佛牌，会保佑你的那种，等我给你拿。杨冉冉说完，起身去翻自己的包了。老卓那句如果已经见到了他的古曼童佛牌，就不用理我了，我会给你烧纸，像惊雷一样劈进我的脑海。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冲着杨冉冉的方向说道：等等，我要拉屎。我摸爬着走向卫生间的方向。坐上马桶的那一刻，我打开了斗地主音效，将声音开到最大。然后我用苹果手表跟老卓开了位置共享。做完这些，我假装用力，伴随着我嗷的一声，我把卫生间的门咔啪反锁了。我在内心祈祷，希望他没有听到我反锁门的声音。斗地主的音乐一直回响在卫生间，我蹑手蹑脚打开卫生间的窗户，跳了下去。即便这种破旅馆只有2楼，我还是摔得左腿又疼又麻。顾不上疼痛，我一瘸一拐地冲向不远处的玉米地。老卓好像发现了我的行动轨迹，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让我不要报警，一直跑到玉米地的尽头，然后穿过防护带直接上山，他会来接应我。不知道在玉米地里行走了多久，我肚子开始咕咕叫。我随手掰了2个玉米，大嚼了起来。
等我出了玉米地，看到眼前的青山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前那么信任杨冉冉，而此刻又如此信任师傅老卓。或许这就是宿命吧。我这个无神论者竟是如此不堪一击。爬到半山腰，我爬不动了。老卓没有来，红衣飘飘的杨冉冉却率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杨冉冉的声音已经不是正常的女声，更像是双轨道的童声。她脸色冷峻地看着我，说道：再有一次我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不识抬举是吧？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个，马上承受万蚁噬骨而死，死无葬身之地。第二个，爽死，500万元我会烧给你，你来选。我不想死。什么他妈的牡丹花下死啊，做鬼也风流，这种风流我再也不想要了。杨冉冉见我不说话，从兜里掏出来一个佛牌，趁着月光，我只看到了一个轮廓。我触电般闭上了眼睛，看来是想死无葬身之地是吧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紧闭着眼睛，束手待毙。突然，我感觉天好像下起了雨，但这个雨只持续了几秒钟就停了。我抹了一把脸，睁开眼睛，看到师傅老卓，左额头肿胀的像个馒头，站在了我跟前，而我的手掌中是漆黑的血渍。杨冉冉厉声尖叫：你敢用黑狗血污我佛牌！老卓没有说话，扔掉手中的塑料袋，从身后缓缓掏出一把桃木剑。杨冉冉轻蔑一笑，几个闪现给了老卓几个巴掌。老卓的脑袋瞬间变成了猪头。老卓大吼一声，像个撒泼耍赖的孩子，挥舞着桃木剑胡乱刺向杨冉冉。我看得眼花缭乱，但不出1分钟，杨冉冉就抓住了老卓的桃木剑，一撇，桃木剑应声而断。就这，杨冉冉看着老卓像看一个死人。老卓吐了一口唾沫，从后背处拿出来一把弯刀，说道：20年的杀猪刀，你可敢碰一下？杨冉冉身形晃了一下，显然有些害怕。但是下一秒，杨冉冉拿出一根骨制品，疯癫狂笑道：你儿子的第3根肋骨喜欢吗？听他这么说，老卓瞬间万念俱灰，杀猪刀掉在了地上。那么你们师徒2人就一块上路吧。师傅老卓坐在了我旁边，喘着粗气说道：我打不过他，我实在找不到破解方法了。师傅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色迷心窍，都怪我，对不起。师傅摸了摸我的头，说道：别怕，下辈子不做狗仔了。师傅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恐怕来不及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跟师傅说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师傅，下辈子还做中国人，堂堂正正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吧。万万没想到，当我说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9个字，杨冉冉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师傅眼前一亮，嘴里不断嘟囔了起来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但这好像用处不大，杨冉冉还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我每说一个词，杨冉冉就吐一口血。等我把这24个字说完，杨冉冉
烟消云散了。师傅站起身，缓缓说道：“原来可以这样化解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”我和师傅在山上过了一夜，终于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据师傅说，杨冉冉此前之所以能拿到女一号的角色，是因为她已经请了古曼童佛牌，而我们能轻易拍到当时那个女一号出轨，就是童子的功劳。否则凭那位女一号的精明，是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抓个正着的。他那行为不等于是小孩捧着黄金游鱼闹事吗？待杨冉冉取代女一号飞黄腾达之后，他找到师傅，无论是鬼使神差还是个人行为，都希望与师傅展开合作，助力他成就巅峰事业，但师傅没有答应。地下车库那天，杨冉冉表示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和师傅商谈，邀他前往。师傅做好了万全准备，欣然赴约。当时的杨冉冉一脸憔悴，恳求师傅帮他化解血光之灾。师傅直面相问，才知道那时候的杨冉冉因为不甘于成为娱乐圈头部明星，想放弃这辛苦的赚钱差事，嫁入豪门。而他所请的古曼童有能力帮他成为娱乐圈一姐，却没有能力帮他嫁入豪门。于是杨冉冉想抛开这个古曼童，另请一个道法更加高深的小鬼。杨冉冉想尽办法想把这个小鬼驱除，无奈当初给这个小鬼做法施咒的法师已经去世，无法收回。由于宿主和小鬼心意相通，小鬼得知杨冉冉要抛弃他，大怒，将杨冉冉折腾得面无人色。再后来，杨冉冉和古曼童达成妥协，杨冉冉生一个孩子，让古曼童借宿，以此送走古曼童。同时，古曼童不再折磨杨冉冉，甚至可以让他再寻一个更厉害的童子，助他嫁入豪门。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我师父，因为我师父是地下的无冕之王，不仅可以达成借宿的心愿，还几乎可以保证永远没有外围八卦出现。师父当晚赴约地下停车场，和杨冉冉产生了关系。事后他非常后悔，这也是他退隐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由于古曼童将杨冉冉折磨得太狠，身体虚弱至极，等到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。古曼童将夭折婴儿的第3根肋骨做成了法器，这也是我师父跟他对峙时甘拜下风的原因。所以你以为你的 GoPro 拍到的东西杨冉冉会不知道？其实你收到的那条所谓吃瓜群众的消息，就是杨冉冉本人提供的。鬼童子已经丧心病狂，既想借宿重生，又不想放过杨冉冉，才有了你的跟拍。千算万算，鬼童子没有算到杨冉冉会在生产时去世，这也是你告诉我杨冉冉跟踪你，我不敢告诉你真相的原因。我怕你当场吓得去世。听师父这么说，我的冷汗涔涔而下。